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我和杨池刚在一起时，他还只是个小胖子。我去超市抢口罩时，被人踩伤了腿。事后，他红着眼睛抱住我，跟我发誓，以后我会保护你，绝对不让人再欺负你。后来，他发疯似的健身锻炼，转眼就从别人口中的小胖子变成了备受瞩目的男神。相恋5年，他在朋友面前精心设计了一场浪漫的求婚，所有人都觉得他爱我，我也一样。直到我看见闺蜜手机里他跟别的女人的照片。本频道将为您讲述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也许有些故事会让您热泪盈眶，有些则会让您感叹人生百态。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照片上白雪铺满了整个大地，男女2人站在山顶，都穿着厚厚的登山服，寒风凛冽。女子毫不在乎般挽着身旁的男人，冲着镜头笑，笑得热烈，眼睛都眯在了一起。男人脸上戴着白色口罩，直视着镜头，口罩上的口红印记显眼刺目。虽然他戴着口罩，但仅凭那双锐利的眼睛，我就知道他就是我的男朋友杨池。我屏住了呼吸，继续往右滑动着照片。2人一起去滑雪、登山、游泳、赛车。最近的一次相约就是上个周末。那天杨池跟我说健身房要加班，便推掉了我们每周1次的见面时间。没拿手机的那只手慢慢蜷缩，指甲深深陷入肉里，我却感受不到一丝疼痛。闺蜜宁一上来一把抢过手机，眼里都是关切的神色。你别再看了，七七。我眼眶止不住的发酸，尽力克制住泪意，拨通了杨池的电话。喂，七七。杨池接电话接得很快，他的声音很好听，低沉温厚。我没有立马回应他。电话那头，他的声音里夹着笑意。是不是上周没见面，想我了？好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其实我已经跟店里请了假，明天就过来找你。好消息3个字，在我听来是格外的刺耳。我轻声问道：你现在跟谁在一起？怎么了？怎么想起问这个？他语气里带着不解。我依旧重复道：你现在跟谁在一起？杨池有些莫名其妙。在店里给客人上课。七七，没有跟谁在一起。他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健身馆，现在他是里面的健身教练，手下有一大批学员，每天忙得不可开交。突然那边传来一个娇滴滴的女声，杨池只是轻声说了一句打电话，那个女生就立刻止住了。她重新温柔地问我，态度正经了几分，是出什么事了吗？杨池，我闭了闭眼，加大了音量，你还在骗我？下一刻，我脸色唰的一下变得苍白，心脏不受控制的扑通扑通的剧烈跳动着，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喘不过气来，一个重心不稳，我整个人直接摔在了沙发上。闺蜜被吓了一跳，双手拍着我的肩膀：七七，你怎么了？我满头大汗，不停地喘气，语气却虚弱的不像样。帮我叫救护车。说完这句话，我再也听不见宁怡的声音，意识一散，整个人昏了过去。房间外的走廊上，医生在嘱咐病人家属，幸亏这次医院送得及时，不然就出事了。他一直都有心脏病，你应该知道吧？以后不能再这么激他了，这次是我疏忽了。杨池的声音里夹杂着莫名的情绪，下次我一定不会再让这种事情发生。强烈的消毒水的味道挤入鼻腔，睁开眼，这熟悉的白色布景，我再次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起伏的呼吸提醒着自己还活着的事实。
不过这次大概是我离死亡最近的一次了吧。我想，七七，你终于醒了。见我醒过来，杨池第一反应是将我紧紧搂在怀里，力量之大，将我勒得生疼。他在我耳边喃喃道：“老天保佑，还好你没事。”我冷笑地看着他，有气无力地反问：“如果我有事，你会怎么样？难道你会跟我一起去吗？”杨池微微愣了一下，大概是没想到我会这么问。他迟疑了一会儿，看着我的眼睛多了几分深情，认真道：“我会的。如果是以前，我大概也许会被感动得一塌糊涂，尤其是在刚刚经历过生死一线的事的情况下，就听到他说这样的海誓山盟，可能大概会觉得自己这辈子也就非他莫属了。但是我不是会被情绪上头左右的人，我也没有忘记，我会经历这生死一线的事，完全是因为他。”我推开他，身体依靠在枕头上，目光望着窗外，漫不经心地开口：“杨池，你不打算解释点什么吗？”说真的，他遇到这种事，其实我一点都不意外。他长得高，人也帅，身材好的令人艳羡，而且这不是他身边第一次出现别的女人了，所以我不喜欢他的工作，一直都不喜欢。而且作为帅气多金的男健身教练，要是没有几个女学员勾搭他，这话说出来恐怕他自己都是不相信的。以往的杨池尚有自制力在，一一拒绝了身边的烂桃花，但是这一次，这个女生跟别人都不一样。对于她，其实我知道的不多，但我也大概知道她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她叫纪潇潇，我见过她，还在是读大学那会儿的时候，那时我跟杨池还只是一对低调的小情侣。当时杨池才接触健身不久，但是已经减肥成功，也学会了穿搭，成了有模有样的帅哥。他对杨池是一见钟情，接着就是一顿猛如虎的操作，又是高调表白，又是送礼，还各种托人约杨池出去玩，来来回回，这些事闹得沸沸扬扬。他追杨池的事弄得几乎全校皆知了。那时杨池也只是冷着脸当众拒绝了他，并且说自己已经有女朋友了，他叫夏七。但是纪潇潇并没有放弃，他说：“没事，我愿意等你，我等你分手。”杨池压根不在意他的许诺，只是十足肯定道：“我跟夏七会一直在一起，会结婚生子。”确实在毕业2年后，杨池就履行了他当时的诺言。我24岁生日的时候，他就当着所有好友的面，精心策划了一场求婚。那天的他穿着白色的西装，手捧着鲜花，朝我单膝下跪，手里还拿着钻戒，浪漫的一塌糊涂。那模样至今仍然清晰地刻在我的脑子里。可距离那天过去明明才1年，2个人也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事情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眼泪不知什么时候滑落在脸侧，杨池捧起我的脸，心疼地替我擦掉眼泪。他只是一个客户而已，七七，如果只是一个客户的话，他又何必藏得那么好，让我一点都没发现？或许也不是他藏得好，只是我太相信他了而已。如果不是宁一在查她男朋友的手机时，发现了她男朋友手机里加了这么一个女生，或许现在我都还被蒙在鼓里。杨池自从健身之后，整个人变得自信了很多，也更外向了。兴趣爱好逐渐由以前的看书喝茶，转变为飙车、登山、滑雪这种冒险刺激的运动。我的心脏有问题，所以不会陪他去做这些刺激的事。一开始，我还会满怀期待地陪着他一起。他玩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给他拍照，等着他结束，然后一起回家。后来我考公上岸之后，就变得越来越忙，也就没有再陪过他。
他也默契的没有再叫过我。可能就是在这时候，他再一次碰到了纪潇潇，一个心脏健康的，可以陪他一起追求刺激的人。真的只是一个客户这么简单。我直视着他的眼睛，仿佛要看透他。杨驰目光躲闪，明显是心虚了。他蹲在我的身边，我和他之间真的没什么的。七七，你要相信我。我拿出手机里的他们一起旅游的照片，照片里他们的样子亲昵又熟悉，仿若一对热恋的情侣，那样兴高采烈的模样，跟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如出一辙。我指着最后一张照片，问出的话几乎耗尽了我全身的力气。你让我怎么相信你？我可以现在就给他打电话，让他把话都说明白。他掏出手机，急着向我证明。我捏住了他打电话的手，语气出乎意料的冷静。杨驰，我不想听这些，你就问问你自己，你真不知道他对你是什么心思吗？即使是这样，你还是要跟他周旋。杨驰打电话的手停住了，他沉默了，脸上露出了难以掩饰的痛苦神色。下一秒，他抬手甩了自己一个巴掌，声音的大的贯彻整个房间。这件事是我做错了，七七，你原谅我好不好？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了。见我不说话，他拿出了杀手锏。我们都要结婚了呀，七七，你爸妈也同意了，我们说好了要在一起一辈子的。七七，七七，他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哀求。我冷眼地转过头，不再看他祈求的场景。你走吧，我想休息一下。我按了护士铃，护士很快进来，把他赶走了。后来杨驰也会来看我，每天给我买我喜欢的水仙花，给我做爱吃的粥。不过可能是怕激到我，总是在病房外偷偷地看，透过玻璃的反射，我看见他了，但我选择当作没看见。这一次他好像没有之前那么忙了。以前健身房的事围着他转，他一个头两个大。我体谅他，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压缩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有时候一周见一面，有时候一面都见不了。明明在同一个城市，就像是谈了个异地恋。醒来后的第7天，我去办理了出院手续，没有告诉任何人，直接去了宁一那里。杨驰在医院看不见我，发了疯一样的给我打电话，我只是淡定地拉黑他的电话、微信，所有的联系方式，打不通电话，他急得给宁一发信息。宁一收到短信时有点惊讶，一脸为难地当着我的面把他的语音放了出来。宁一，七七现在你那吗？他没回家，我也联系不上他，我担心他会出事，语气着急的像是丢了什么至宝一样。我已经记不清有多久了，好像自从毕业后，我和杨驰之间就很少出现这样激烈的情绪了。我还记得他第一次这样着急的，还是我们刚谈恋爱不久，那时候突然爆发，所有人都去超市抢口罩，我也跟着一起去了。大学的我太瘦小了，全身上下没有几两肉，冲在人群里都快被挤成肉饼了。这样的我跟一群迅猛如虎的人抢口罩，哪里抢得过？结局就是不仅没抢到口罩，脚还被人踩了个半瘸。那天杨驰刚好在放假，人被封在小区里。得知我受伤的消息时，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天还没亮，趁着门口的保安没来，翻墙出了小区，然后打车回学校看我。我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下楼见他时，第一次见一个大男人眼眶红成那样，有他为我伤心。那一刻，我的脚好像也不那么疼了。我们冒着被保安抓住的风险，偷偷躲在学校的凉亭里。他揉着我的脚踝，小心翼翼地为我上药，语气有些哽咽。以后我会保护好你，让那群人再也不敢欺负你。看到他，我心情就变得很好很好。
于是故意调侃他，揉了揉他圆滚滚的肚子，笑道：“你要怎么保护我？当肉盾站在我前面吗？”没想到他却认真了，一本正经道：“我以后去健身，变得强壮。以后他们看见我站在你旁边就害怕。”我一手托着下巴，故作沉思状：“你说的是那种类似于我身边养了一只大型犬的感觉吗？那样子想想都好笑。”于是我揉了揉他柔软的头发，笑得露出几颗牙齿。“好啊，那是不是以后我也有腹肌可以摸摸了？”杨池点点头，没说话，不过耳根子红透了。后来杨池真的说到做到，每天都一头扎进健身房，越来越自律向上。到今天，我一直都没忘记那天下午杨池说的话。他最初想改变自己的目的，是为了在我身边保护我。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似乎已经离他的初心越来越远了。宁一有些为难地看了看我，不知道要不要告诉杨池我在这里的事。发现我没有任何反应后，他深吸一口气，然后按住了麦克风。“七七现在心情不好，你就别来他烦他了。你们在一起5年了，哪个女生能接受这种事？你得给她一点时间，让她好好想清楚、想明白。给我一点时间，想清楚，然后再复合吗？”我和杨池一直都是周围人眼中的模范情侣，平时相互体谅，也很少有大吵大闹的事。所有人都觉得我们会走到最后，连宁一也这么觉得。所以现在出了这种事，他也没想过我会真的跟杨池分开，只当作我和杨池是闹脾气了，以后还会和好的。电话再次打进来，杨池这次换了个手机号，这一次我按下了接听键。“七七，你别生气了好不好？我可以解释的，我跟他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原来他还觉得我是在闹脾气呢。你在宁一家住2天就回来好不好？周末我陪你去看你最爱的画展，票我都订好了。”沉默了几秒，我说：“不好啊。”我说：“一点都不好。”我加重语气重复了一遍：“杨池，我们已经没有以后了。”他像是惊醒一般，冷声问我：“你什么意思？我要跟你分手？”电话那头传来杨池克制呼吸的声音。老半天，他才没有反应过来，避免自己没有听错的再问了一遍，语气里全是不可置信：“下期就为了纪潇潇的事，你要跟我分手？”我不可置否地回答：“没错。”他被气笑了，咬牙道：“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能耐呢？”下期，我听着他在电话那头喋喋不休的抱怨，露出了他最真实的一面。我承认，我是欣赏纪潇潇，她胆子大，也不拘束，跟我兴趣爱好也像，所以总是约着一起玩。但我可以发誓，我跟她压根没有一点越轨的行为。就算曾经她对我有想法，但是我知道你会生气，所以只是保持着朋友的距离。是你自己戴着有色眼镜看人，看谁都觉得脏，压根就不相信我。我呵呵笑了一声，没有否认他的话。我知道你心脏不好，怕再激到你，歉也跟你道了，来来回回哄了你快半个月，你倒好，不仅不懂得见好就收，还蹬鼻子上脸，要跟我分手。我静静地听着他的抱怨，一字一句记在了心里。要分手可以呀，下周的订婚宴，我看你怎么跟长辈交代。周6是原本双方家长约好的订婚宴，酒店也是很早之前就订好了。这次我并没有缺席，不过我不是过来跟他们和和美美的吃饭，而是准备说我跟杨池分手的事。杨池的爸妈是十分宽容的人，以前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也是对我各种关心。趁着这次订婚宴，我把话讲清楚了，也可以杜绝后续双方家长来回劝的情况。同时，
在这种场合宣布分手的事，我就是要打他杨池的脸。订婚宴，我是最后一个到场的人，我的爸妈脸上都还洋溢着笑容。我还没有把分手的事告诉他们，不知道把这事跟他爸妈说了没有。杨阿姨热情地上来牵住我，就等你了，七七。我点点头，跟着进入包厢后，才发现包厢内还有一个人，浓妆艳抹，不是纪潇潇又是谁？脾气几乎是一瞬间上了头。杨池大喜过望，潇潇，你还是来了，我就知道你之前说的都是气话，你舍不得跟我分手。他比上一次见面瘦了些，头发也长了，眼底下黑眼圈很重。我冷眼看向杨池，他来干什么？纪潇潇穿着黑色的高腰牛仔服，穿着马丁靴的一只脚踩在凳子上。他撇了撇嘴，有些无语，重重地哼了一声。潇潇是来参加我们的订婚宴的。我轻笑一声。杨池想过来牵我的手，我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躲开了他的手。他有些尴尬地愣在原地，收回了伸在空中的手，给我拉开了凳子。在说七七和小池的事前，我还有一件好事要说。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养母，只见他起身走到纪潇潇的身边，他叫潇潇，我已经收她做干女儿了。他又把目光看向我，七七，听说你小时候一起长大，有几个还不错的男生，要不介绍给潇潇认识一下？我忍不住勾起嘴角，原来是这么一出好戏呢。我怎么敢把纪潇潇介绍给我的朋友？这不是明晃晃的要往别人头上戴帽子吗？杨池也在这时候走过来，含情脉脉道：潇潇现在变成我的干妹妹，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妹妹，我故作沉思的点头。哦，就是那种除了上个床什么都能做的那种是吧？行啊，杨池，这种好方法你都能想出来，我真佩服你。那不是以后你们干什么我都没有理由说了，她可是你的妹妹啊。我刻意咬紧妹妹两字。杨池的脸色唰的一下变了，像打翻的颜料盘。我转身面向众人，爸妈、叔叔阿姨，我今天来不是商量我跟杨池的婚事的，我跟他在1周前已经分手了，现在我跟他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了。至于纪潇潇，我停顿了一下，也许除了做妹妹，还有更好的人选呢，你说是吧？杨池，双方家长都脸上难看的不吱声，只是看着我的和杨池。杨池皱着眉，满眼的不可置信，他捏紧拳头，叫着我的名字：夏七，你非得闹成这样吗？我只不过犯了大部分男人都会犯的一个错，你就要给我下死刑吗？我拢了自己的外套领子，拿上了自己的包。我是个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你不是第一天认识我。我转身就走，没有一丝犹豫。刚离开包厢，后面就跟着哒哒哒的马丁靴的声音。纪潇潇拦住了我去路，要不是杨阿姨在，刚刚在包厢我就想说了，你哪都一般，怎么敢这么拽的？她说的不错，我长相家世都一般，说不上是差，但要是跟纪潇潇比起来，确实差得太远了。我不想跟他浪费时间，让开。趁着杨池在包厢里，我现在要赶去他家接我的养的宠物狗。纪潇潇双手插兜，挑挑眉，你赶时间？我把话说清楚，我是约了杨哥一起去玩，但是我们可啥也没干啊。你分手可别赖着我的头上。不过确实你没什么姿色，杨哥条件又好，身边好看的女生一抓一大把，就算他对别人。话还没说完，啪的一声，清脆的巴掌直直落在他的脸上。纪潇潇一下瞪大了眼睛，一手捂着通红的脸。我笑了一下，光记得收拾行李，倒忘记收拾你了。我眯着眼，知道他有女朋友了，你还约别人？你这不是知三当三又是什么？哦，不对，
应该用免费的插座形容更好是吧？贱人！纪潇潇怒了。从小到大，她都是父母掌心的宝，还是男生口中女神般的存在。第一次有人敢当面这么辱骂她，她气急败坏的起手，一巴掌就甩上来。我往后退一步，稳稳地拽住了她的手臂，然后毫不示弱地望着她，目光像是要吃人。我可告诉你，我有心脏病，今天你要是把我打死了，你就是杀人凶手。纪潇潇有些怕了，她转了转胳膊肘，泄气般收回了自己的手。神经病！他还有大好前途，可不敢担上杀人凶手这个名号。骂了我一句，他一甩头发，转身又哒哒哒地回了酒店的包厢。我和杨池虽然在一个城市，恋爱谈的却像异地恋，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有周末才能见一面，而且几乎都是我坐车过去找他，一来二往，他家就有很多我的东西。现在分手了，我得全部拿走，当然还有我最放不下的我们养的宠物狗兜兜。我拿着他给我的钥匙，一打开门，兜兜就冲进我的怀里，我抱着他又亲又揉。兜兜，好久不见，真是想死妈妈了。兜兜尾巴摇个不停，翻着肚皮撒娇，放心放心，妈妈这次来就是准备带你逃离苦海的。我没想到杨池回来的这么快，就在我还在跟兜兜叙旧的时候，他就这么猝不及防地出现在门口。我感到有些意外，但还是直起身子，不卑不亢道：兜兜是我买的，就算分手了，我也得把他带走。这话说的俨然就是一副要彻底分手的模样。杨池眼眶通红，只是站在门口，全身上下就散发着一股颓废感。他看了我一眼，然后砰的一声甩上了门，径直掠过我，冲进了厨房。几秒钟后，他再度折返，手里拿着一把刀，朝我走来。我被吓了一跳，瞳笼骤缩，恐惧地朝后退，心脏又开始了扑通扑通。杨池一步一步朝我走来，刀片反射着凌冽的寒光。我慢慢摸索着身后的沙发，最终实木的刀柄落入手心。杨池的大手紧紧裹着我的手，不让我把刀子扔掉。你干什么？杨池！我睁着眼，大口地喘着气。杨池像是变了个人一样，他恶狠狠地瞪着我。我不同意分手，他重复道。下期我不分手，你先冷静点。我惊恐地看着锐利的刀尖，生怕一个不小心就在身上划开一道口子。你恨我是不是？他双目通红地盯着我，固执地要一个答案。你是不是很恨我？我也恨我自己，我真的好后悔。这句话他一直重复在我耳边，我从没有这么后悔过。下期心脏跳得快要炸开，视线晃了晃，我不断摇头，才能稳住自己的意识。你动手啊，下期！说完，他用力带着我的手，在他的手背上落下一刀，割破皮肤的那一刻，鲜血顿时涌了出来，顺着手臂而下滴落在地板上，伤口狰狞的可怕。你动手啊，下期！你动手！他凶横地将刀子重新对准自己的腹部。你恨我，你就往我这戳。银白的刀尖往里缓缓推动，刺破了衣衫，划出了血淋淋的伤口。刺眼的红色挑断了我脑中最后一根理智的线。啊！我不受控地尖叫起来，猛地抱住自己的头，刀子应声落地。杨池却蓦地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出来。他压根不管自己还在流血的伤口，只是紧紧地将我抱住。别怪我，七七，我没办法了，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留住你。毫无意外的，我再次送进了医院。望着纯白色的天花板，我自嘲地笑了笑。我的命是真的大呀。其实我也不是从小就心脏不好，第一次发现自己有心脏病的时候，
是在大四备考公务员的那段时间。那时候真的太忙了，起早贪黑，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可能就是这样才熬坏了身子。那天我学习，刚站起身，突然心脏绞痛起来，跳得很快，我慌了神，第一时间拿出手机给杨池打电话。电话响了好久，正当我满头大汗的准备挂断打给宁一时，杨池接电话了。他那边的声音很吵，像是在酒吧里。喂，七七，杨池，我声音虚得不像样，我身体有点不适，你现在能陪我去医院吗？杨池没有立马答应我，反而有些为难地说：七七，我这边约了好几个很久没见面的朋友，商量以后一起办健身馆的事呢，现在抽不开身。我蹲下腰，紧紧捂住自己的肚子，语气里有微微的不满。杨池，我真的很不适，这样吧，我找人送你去医院。他叹了一口气，语气有些无奈。七七，我也不能总是围着你转，我也要有自己的生活呀。这是我第一次觉得杨池心里的天平失衡了，我们之间的世界变得有些倾斜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任何事都把我放在第一位。如果是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他说什么都会来接我。虽然那天之后，杨池来跟我道歉了，说他是真的忙，我原谅了他，但是我一直都还记得那件事，所以后来我也默契的没有提最开始我们在一起时共同展望的未来，一起考个小地方的公务员，做一对快活的无忧无虑的小情侣。有钱的话就买一所属于我们的房子，养只狗，晚上吃过饭就带着狗去遛弯。最后毕业时，他跟朋友选择在市中心开了一家健身馆，生意如火如荼。我也将划掉了原本计划要去考的岗位，考了和他在同一个城市的工作。他和纪潇潇的事，我已经不想再去追究了。我知道，我跟杨池的事，不只是第三者插足这么简单，是我们之间有些东西早就变了。如果说杨池对我一点不爱了，那也不是的，只是没有以前那么爱罢了。不然也不会一直将我们的未来放在嘴上，还当着所有朋友的面跟我求婚。我依稀记得，在他家晕倒的那天，最后一刻他都一直在我的耳边重复：七七，我爱你，我爱你，你别离开我好不好？他爱我，但是他更爱的是他自己。他生性追求刺激，不喜欢柴米油盐的枯燥乏味，享受不了毫无波澜的生活。而我绝对不是那个能陪他冒险的人，就好像一只飘在天上的风筝，飞得又高又远，只被一根细细的绳子牵引着。只要牵绳子的人微微不注意，风筝就会挣脱束缚，自由翱翔。但是我和他一直都是身边人口中的模范情侣，连我自己都被这表象骗了。我甚至不愿意去回想这5年间的点点滴滴，看着他从一个腼腆内向的小胖子变成一个别人口中的帅气多金的男神，将我的地位一点点从他心里降低。最后我成了爱情里需要妥协的那方。有时候我会以撒娇的口气跟他抱怨，他身边的女生太多了，让我吃醋，我不高兴了。但是杨池也只是淡淡一笑，说：别胡思乱想，只有你才是我的女朋友，是我要携手一生的人。那时候我固执地望着他的眼睛，想要从里面找到一点偏爱我的证据。现在想想，难怪当初我没从他眼里体会到我想要找的东西。再想多一点，他想娶我的原因，也许也不是因为爱，只是想证明他当时在纪潇潇面前许下的那个誓言而已。因为上次的事情，母亲已经严令警告杨池不准再来打扰我，我们两家的关系算是彻底的完了。生病期间，
我难得有了空闲的时间，可以去做做自己喜欢的事，逛画展、养花、喂鱼。母亲害怕我难过想不开，总是不近不远地看着我，但是她的担心的确有些多余了。我现在不仅不伤心，相反心里觉得特别的轻松。杨池没有再来纠缠过我，再次见他的时候是3个月后，他的车子就停在我家的门口。他脸上长满了黑青色的胡茬，穿着厚厚的黑色的羽绒服，双手抱着手臂，依靠在车身上，空气中仍然有清苦的烟味，在他的脚边形成一堆毫无温度的烟灰。上次的事给我留下了不小的阴影。我警惕地看了杨池一眼，他扯了扯嘴角，摊开自己的双手，向我展示着手里没有任何凶器。我犹豫了一会儿，坐进了他的车。他手背上的伤口已经结痂，看起来仍然还有些可怕。杨池从座位上拿出一袋子热热的板栗，我认识包装袋上的标志，这是他家小区外一个老阿婆卖的，味道很好，又甜又糯。以前冬天我们路过的时候也总是买一袋，然后肩靠着肩一起剥开热气腾腾的板栗，互相分享。我睨了一眼板栗，没有伸手去接。杨池有些急道：“我记得你不是爱吃这家的板栗吗？”我摇了摇头，以前喜欢，现在不喜欢了。好吧。杨池把热乎乎的板栗又放下了，然后从手机里调出自己的档案给我看。他漆黑的眼睛里全是认真，就像当初发誓保护我的那天一样。七七，这段时间我想明白了，你才是我最重要的人，是我奋斗的意义。我已经把健身房的工作辞了，现在在专心备考公务员，填的职位也是你工作的地方。我真的长教训了，你再给我一个机会，我们重新开始，就像我们以前说好的那样，好不好？如果是当初的杨池跟我说这句话，我可能会高兴地哭出来。现在的我听到这番情真意切的话，突然醒悟过来，不知道杨池是怎么想的。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是不想再给他机会了，所以回应杨池的只有一声不吭的沉默。老半天，我皱着眉道：“杨池，没有人会一直在原地打转。以前的事我不计较了，你洒脱一点，我也洒脱一点。冬日里难得有阳光明媚的日子，我掐着点出门散步，路过了一个卖气球的摊子，他们将氢气球做成各种可爱的形状，其中有一个长得特别像兜兜，不知怎么打。我突发奇想，掏出手机买了一个，系在自己的手臂上，然后默默继续朝前走。走着走着，突然身后有个人叫住了我。我回头一看，是个高大帅气的男孩，他伸手指了指不远处，树枝上面挂着一个狗狗形状的气球。喂，那个是你的吗？我低头一看，手臂上的气球早已不见踪影。他利用身高的优势，轻轻一跃，把树枝上的气球拿了下来。尘封的记忆再次被打开，我想起我跟杨池第一次见面，那天也是这样，阳光明媚，杨池走在我身后，替我抓住了一个差点飞走的气球。为了感谢他，我请他喝了奶茶。正是这个举动，拉开了故事的序幕。是你的吗？拿着吧，下次没遇见我，可就没这么好运了。对方再次强调道。我收回思绪，愣愣地看了气球好几秒，然后笑着摇摇头。他想走，就让他走吧，就像我和杨池那段已经过去的爱情，就让他翻篇吧。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还请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